老男人和自己女儿生了一大帮孩子。不料一个12岁孕妇去医院后，竟将这件事暴露了出来。可更令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已是女孩第5次怀孕了，前4次全都流产了。警察得知后，当即断定这就是法定强奸，于是随后便对女孩审问了起来。最终，小梅扛不住压力，交代了丈夫的名字叫亚伯。紧接着，警察按照他说的地址来到了亚伯家，不料开门的竟是一堆孩子。等了一会才出来一个老男人，可当他得知是警察来访后，竟然毫不客气关上了门。这一看就是有情况，于是警察立即呼叫了支援。哪知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屋子里的人竟突然向外开枪了，而且还持续射击，吓得警察赶紧躲了起来。直到1个小时后，全副武装的大部队才赶到。可就在他们把房子围得水泄不通之际，里面竟又响起了连续的枪声。突击队再也不能等下去了，紧接着就迅速破门而入，却不料里面竟是一幕地狱般的场景。在阴暗逼仄的房子里，满地都是儿童的尸体，他们全是刚刚被打死的，最小的才只有2岁，尸体还冒着热气呢。而亚伯和另外的30多个女人已经从地岛离开了。经过初步勘查，这里明显就是一个邪教组织。随后警察对亚伯开展了调查，果然发现这是假名字，而他的真名其实叫广坤，曾被逮捕过4次，罪名包括伪造支票、盗窃身份以及诈骗。所以这么看来，他就是个骗子，整个邪教组织也是个骗局，并且广坤还曾在教堂工作过，而神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看广坤工作努力上进，所以让他担任了信仰部主任，哪知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上任后，广坤就开始变得古怪起来，竟鼓吹蛇是耶稣，于是教堂将他开除了。但谁知竟有10个家庭信徒跟着他一起离开了。然后警察想知道其中有没有小梅，但神父不认识，不过表示几年后有一个家庭脱离了广坤，或许他们知道。而据这个家庭描述，广坤蛊惑人心很是有一套，可后来却变得疑神疑鬼了，开始鼓吹受威胁论，称政府会杀了他们，要求大家准备自卫。于是信徒们开始准备武器，练习打靶，储备食物。而最变态的是，他让夫妻分离。He said you couldn't be soldiers of God if you were slaves to the flesh. The men slept on one floor and the women always slept on Abraham's floor. Eventually, he drove most of the men away.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听到这个问题，俩人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找借口先支走了女儿，这才心情沉重地开了口。Abraham always talked about the purity and goodness of children, but really he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girls. One night I caught him in Janie's room. She was 4. He was down to his shorts. She told us that he never touched her, but we left that night. 果然广坤是个变态的大骗子，而黄博士指出他这是操纵人心的狗伎俩，灌输被迫害的想法能催生团结和忠诚，然后又列举出很多邪教头目都和自己团体中的儿童存在性关系。广坤的做法在意料之中，可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电话，竟然是一位女信徒询问死者中是否有自己的孩子。大队长立即命令追踪电话，然后回到屋里和来电拉扯了起来。不料对方很快就看出这是在拖延，最后果断挂了电话。不过幸运的是，警方已经追踪到了电话来源，是从协和医院的公话打来的，而小梅正是在那家医院。不用说，对方肯定是小梅妈了，但小梅却否认妈妈来过。警察本来就很心急，再也不对她温柔以待了，直言广坤就是个骗子，他杀了你弟弟和你朋友，甚至还要杀了你妈妈，现在只有我们能保护他。于是为了救妈妈，小梅终于透露了他们的藏身地点。随后警察立马就赶了过去，当场将几个信徒围了起来，不料却遭到了他们激烈反抗，警察只能全部抓捕。谁知下一秒又发现了大量武器，这是要起义的节奏啊！因此这种邪教必须摧毁。可是抓的这几个人全都闭口不言，绝不泄露广坤的藏身地，俨然已经全部被洗脑了。随后警察分析，既然小梅妈打过电话，那她极有可能被争取过来，所以下一步应该尽快找出哪个是她。虽然这帮人都不开口，不过好在有电话录音，通过声音比对，警察很快找出了小梅妈妈，并且还从她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很多组数字。可小梅妈对此闭口不提，警察也就先不管了，找出广坤在哪里才是重点。不料小梅妈对广坤忠心耿耿，辩解小梅不是广坤的孩子，在我们母女被丈夫抛弃后，是她无微不至照顾了我们。可本森也不惯着她，直接怼脸开大。Your son was shot, along with all these other children.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is, a murderer and a child rapist. That's not true! You knew who he was and you let this happen. You let all those children die. It was God's will. No, Sarah, it was your will. You can blame God and you can blame Abraham, but we all know the truth. You did this. You sat there and you watched as a man rape one of your children and then murder the other. You might as well have killed him yourself. 本森的怒斥终于起到了作用，母亲反而把这当成了一次考验，坚定绝不泄露广坤的下落。就这样，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谁知这时法医竟有了新发现，杀死孩子们的凶手并不是广坤，而是其中一名20岁的死者。他一定是被广坤控制了，并且其中一名16岁的死者还是另一名2岁男孩的母亲。并且更变态的是，除了那名枪手，所有受害人都是同一个爹。不用说，那个爹就是广坤了。他和自己的孩子生孩子，
简直就是个乱伦大变态。可是枪手死了，就没人指证他了。不过法医提醒医院里的小梅是最后一个证人。可当警察赶到医院后，竟然发现小梅不见了，护士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好在病友看到小梅被丈夫接走了，看来是广坤趁机下手了。现在好了，唯一的证人也没了。正当警察不知道怎么办之际，恰好技术科破译了小梅妈的那组数字，竟然是5个银行账户。虽然户名全都不一样，但昨天里面的钱同时被取走了。显然是小梅妈在被捕前取走给了广坤，而要从不同账户里取钱，肯定是广坤又伪造了支票。可要从同一家银行同时取，必定银行里有内鬼，里应外合。于是根据这个推测，警察很快就查出了银行的内鬼。然后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小职员同意配合抓捕广坤，因为恰巧他下午要来取一笔钱。于是警方立即在银行布下了天罗地网，要求小职员到时将定位器放到钱里面。却不料他竟紧张过度，反而让狡猾的广坤看出了端倪，随后立马就想离开。结果警察当机立断，对广坤进行了抓捕。可哪知广坤宁死不屈，举刀就要自杀，不料却被冲过来的本森从背后扑倒，生擒活捉了。然而即使进了派出所，广坤仍是不吐露小梅的下落，也不承认杀人罪，甚至开始用他的歪理邪说想洗脑本森，却不成想本森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根本不受影响，并一眼看出广坤本质就是个骗子，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取钱财。一番语言尖刀输出后，广坤倒是被整抑郁了。然而问题是他只要不开口，检察官就拿他没办法。可大队长认为只要做 DNA 检测，证实广坤是16岁女孩和2岁男孩的父亲，那就可以指控他法定强奸罪和乱伦罪了。却不料广坤的律师及时赶到，竟狡辩这不仅需要出生证明或广坤亲口承认来佐证，而且女孩的年龄也是猜测的，根本不足以定广坤的法定强奸罪和乱伦，并且杀人凶手也死了，所以广坤只能被无罪释放。对此检察官也无可奈何，律师讲的都对，即使强行起诉最终也是败诉，除非有信徒出面指控他。而就在这时，马奇查到了今天广坤要取钱的账户，账户名字叫约翰。可奇怪的是，这个人已被曝失踪了。10年前他和妻女一起人间蒸发了，女儿当时才2岁，到现在应该12岁了，名字叫小梅。那约翰不就是小梅爸吗？传说中抛弃妻女的那个人。这么看来，其中肯定大有蹊跷。随后警察找到了当年接手的民警，而他也一直觉得这个失踪案与邪教有关，因为当年他们一家就入教了，还与外界彻底隔离了，唯一的联系就是一封信，向家里索要小梅信托基金里的钱，只要小梅长到21岁或者有孩子了，就能取里面的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广坤没杀小梅，还让她怀孕的原因了，目的还是为了得到那笔钱。而关于约翰的最后消息是，10年前他用母亲的信用卡支付了一笔建筑工程款。这时马奇也想起广坤的邻居曾反映广坤家大半夜施工，看来那座房子里还有秘密。于是警察立马返回广坤家，利用科技与狠活探测了起来，结果真的在墙壁后发现了异常。等到彻底砸开后，里面竟是一具尸骨，还用了猫砂吸收臭味。接着证件证明这就是约翰。到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是广坤杀了约翰，然后又欺骗小梅妈丈夫抛弃了他们。紧接着警察就把遗骸照扔给了小梅妈看，并且说出了真相。可小梅妈仍是相信约翰是跟别的女人跑了。谁知本森立即又拿出了一枚戒指，是从约翰手指上取下的，竟是俩人的结婚戒指。这下小梅妈终于相信约翰没有背叛了。接着在本森的询问下，他交代了广坤可能的藏身地点。随后警察立马赶到了那里，果然发现小梅在这里，但是广坤却不在。于是俩人守株待兔，终于抓住了这个邪教头子。可不成想广坤竟不慌不忙，开始蛊惑起了小梅，不断催促她动手。结果小梅真的一枪打断了警察的斗，现场气氛顿时焦灼了起来。本森不停劝小梅放下枪，可广坤则蛊惑她开枪杀了警察，整得小梅状态极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开火。接着俩人全都用了这辈子能想到的所有煽情话，试图说服小梅，但小梅仍是犹豫不决。最后广坤让她自己判断谁说的是谎言，谁是骗子就打谁。结果不成想，正当广坤慷慨激昂之际，小梅突然将他打死了，因为她认为广坤说谎了。他刚才说自己比上帝伟大，但没人能超过上帝，所以广坤是骗子。听了这解释，本森不由得一阵后怕，幸亏刚才没吹牛逼，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